我预感到了巨大的转折，凭证是命运的印记。古老的星盟虽已消散，但其遗留的规则仍在运转。你们现在算是踏入了那个破碎的体系边缘。森之民也曾向往获得凭证，但未能成功。恭喜你们，环的碎片似乎很喜欢你们文明的气息。多亏了你们，尤其是牙牙的共鸣和罗玉的预警。接下来，我们需要利用新得到的技术，尽快强化列车。观测者序列和银羽号不会等我们太久。新的科技蓝图被迅速投入应用，第二代强化型护卫舰开始升级为星云适应型，配备新型护盾和武器。生物实验室利用基因诱导液和森之民直灵族的技术，开始尝试培育更强壮、适应性更强的农作物，并研究低副作用的士兵体能强化药剂。工程部利用活性记忆金属，开始研制可变形、自修复的机器人及舰船附加装甲。扶摇全力解析古星盟数据库，筛选出当前可用的技术碎片和星图信息。灵正在休养中，尝试与凭证内的环碎片进行更深入沟通，理解文明凭证的成长机制。根据凭证解锁的信息及数据库碎片，筛选出3个近期可前往的目标区域。静谧花园，一处被古星盟标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星域，可能存有稀有动植物，环境相对平和，适合休整与生物资源采集。断炉星带，一片富含特殊矿物和活跃能量流的行星带，疑似古星盟某个工业设施残留影响，适合获取高级工业材料，但可能有自动防御或环境危险。先驱者观测站已废弃，一个古星盟外围观测站坐标，可能遗留部分科研设备或观测数据，风险未知，但可能直接获得关于大基莫或其他列车的信息。我们需要资源，也需要情报。先去静谧花园，让列车和人员好好恢复，同时测试新装备，收集生物资源。之后视情况前往断炉星带或观测站。航线设定，预计72小时后抵达静谧花园外围。令持续监测到来自幻光星云方向的微弱的定向扫描信号，疑似观测者序列仍在尝试追踪我们，但受到星云和列车新型屏蔽技术干扰，效果不佳。让他们找吧，等我们消化完这次所得，再次相遇时，谁劣势谁还不一定。大战幸存的故事和获得文明凭证的消息逐渐在乘客中传开。悲伤与损失之余，一种更强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在滋生。人们训练更刻苦，工作更努力，月族人、紫星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隔阂进一步消融，共同的身份认同，D1314号列车乘客愈发清晰。子舒在训练场挑战新的极限，肖震在阴影中磨砺新的刺杀技巧，陈国良规划着更高效的工会管理体系与生产循环，柳城训练着铁血工会的纪律，林正教导着越族同胞如何将自身能力与列车科技结合。我们从一颗爆炸的星球逃出，在星海中掠夺、挣扎、求生。我们摧毁过文明，也接纳过同胞。我们被更强大的存在视为猎物和实验品，但现在，我们手中多了一枚钥匙。尽管只是刺激，尽管前途依旧迷雾重重，强敌环伺，但这枚凭证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被古老规则所承认的印记。它意味着，我们不再是无根的浮萍，我们是坚韧的流亡者与收集者，是承载着文明火种，在注定湮灭的星空下，奋力寻求出路与答案的星际列车。
抵达静默花园星域外围，环境扫描确认，恒星稳定，行星低气成分适宜碳基生命，未检测到大规模人工能量信号或科技文明迹象，生物信号极其丰富，符合古星盟数据库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描述。太安静，太美好了，反而让人不安。按照古星盟的标准，这里应该被保护起来，禁止破坏性开采。但星空湮灭当前，任何资源都可能引来掠夺者。全面扫描，特别是寻找古星盟可能遗留的观测站、信标或者其他访客的痕迹。兄弟们，看到没？这才是人该待的地方。准备登陆，这次说不定能采集到不少好东西，尤其是稀有植物和药材。不要大意，越是美丽的地方，可能隐藏的危险越致命。按照标准探索流程，先派遣侦察无人机和生物探测器。我已派出隐形侦察单位，对第3行星生命信号最强进行初步勘察。我感应到这片星域的生命能量流动非常和谐充沛，但其中似乎夹杂着几缕疑协调的、微弱的悲伤与警戒情绪，来自不同方向。发现近期活动痕迹，金属碎片分析与已知的掠夺者文明碎骨部落常见飞船材料有67%匹配度，伪装入口的技术水平高于碎骨部落，接近或达到我们当前水平。果然不平静，碎骨部落听起来就不是善茬。那个伪装入口是谁建的？古星盟的遗产，还是另一伙文明的据点？入口隐蔽性很好，但防御似乎不强。我的侦察单位靠近未触发警报，需要潜入探查。碎骨部落的踪迹需要处理，避免他们干扰我们或破坏这个脆弱的生态。建议分兵，一队处理碎骨部落的威胁，一队探查神秘入口。碎骨部落交给我们科学工会和柳城的铁血工会，正好试试新装备。探查入口或许需要更隐蔽和感知敏锐的队伍，我和肖会长可以配合。批准。子舒、柳城，你们带领联合队伍清扫碎骨部落的痕迹，并评估其威胁程度，必要时可主动清除。肖震、林正，你们带精锐小队探查那个入口，以潜入和情报收集为首要目标，避免冲突。列车和主力舰队保持轨道警戒，随时支援。他们往那个方向去了，很匆忙，似乎在追赶猎物，或者逃跑。跟上去，保持距离，先弄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入口后面有生命气息，不止一个，情绪紧张、疲惫，但没有明显的敌意或暴虐。他们在害怕什么？我们追上时，看到了一幕令人愤怒的景象：10几个形貌丑陋、皮肤如同岩石的碎骨掠夺者，正在用能量武器和粗鲁的工具疯狂挖掘和破坏。那是一片散发着柔和光芒、形态优雅的银色花朵。花田中央倒着几具本土智慧生物的尸体，它们体型纤细，有透明薄翼，类似传说中的精灵。挖！把这些亮晶的花全挖走，还有那些长翅膀的小虫子躲到哪里去了？找出来！他们的血据说能卖大价钱。这群杂碎，开火，一个不留！战斗瞬间爆发。碎骨掠夺者虽然凶悍，但装备和纪律远不及我们。
在新型武器的打击下，他们很快溃败。就在最后几个掠夺者想逃跑时，花田周围的树林中突然射出数道精准而纤细的能量光束，将他们瞬间击杀。光束来源是几个刚刚现身的本土智慧生物，他们手持简陋但精良的能量弓弩，神色惊惧又带着恨意。正是那些精灵模样的幸存者。你们是谁？碎骨部落的走狗，还是新的掠夺者？放松，我们不是掠夺者，我们来自第1134号列车，偶然路过此地。外面的碎骨部落已经被我们的同伴解决了。我们持有凭证，我们无意伤害你们，只是在寻找资源和知识，并清除像碎骨部落那样的威胁。凭证？你们是被守望者系统承认的文明，感谢星穹。你们是这300年来第一批带着善意和资格到来的访客。我们是静谧花园的世代守护者，林雨族。我们需要帮助。敌方舰队构成分析完毕，大型武装商船1艘，中型攻击舰8艘，小型护卫舰、突击艇约20艘，未检测到列车级单位。敌方能量读数偏高，可能存在高等级个体超凡者、灵能者。预计接触时间45分钟后。启动静谧花园第一花园防御计划。第一阶段，轨道拦截。先祖的庇护终于再次启动了。这些阵列可以引导整个星球的生命能量，形成强大的区域性护盾和攻击光束，但对星球生态负担很大，不能持久，作为关键时刻的杀手锏。另外，我建议在避难所外围关键路径布置我们带来的自动化防御单位和鬼雷。我可以尝试引导星银花田的自然能量，布置一个精神干扰和生命能量抽取的结界，削弱敌方灵力者和普通士兵。看来碎骨部落的废物们失败了，还惊动了这里的小老鼠。不过，就凭这点埋伏，也想拦住我？所有战舰自由开火，清理航道。登陆舱准备，目标：最大生命信号聚集区避难所和星银花田。数十个登陆舱如同火流星般突破大气层，朝着预定目标坠落。其中大部分被轨道和地面防空火力拦截击毁，但仍有超过20个登陆舱成功在森林和花田边缘着陆。舱门打开，涌出身穿统一制式、带有幽夜花标志装甲的噬灵花佣兵，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远非碎骨部落的乌合之众可比。同时降落的还有数台轻型武装步行机。为了永恒的青春与力量，杀光那些长翅膀的虫子，采集所有星银花，抵抗者格杀勿练。让他们见识下什么叫主场作战。启动陷阱。森林中早已布置好的自动炮台、棒锁炸弹，以及被林羽族战士引导的狂暴化巨型植物，如食人花、刺藤同时发难，给登陆的佣兵造成大量杀伤。交叉火力，不要让他们靠近花田核心。林正兄弟，看你的了。林正站在花田中央，额头印记与手中一块星银花核心共鸣，淡银色的光云以它为中心扩散。敌方旗舰开始向前移动，主炮充能。目标疑似我方驱逐舰。命令驱逐舰规避，机动打击群，
集中火力骚扰其旗舰，拖延其主炮发射。轨道炮充能至20%，准备对敌方旗舰进行警告射击，迫使其分心。有意思，这辆破车居然有这种好东西。看来这次不仅能得到林雨族和星银花，还能捞到一笔额外的科技财。命令：释放蜂群无人机，干扰对方小型舰艇。护卫舰上前，吸引对方轨道炮火力。本舰准备进行灵能跳跃，直接突入行星低轨，摧毁他们的地面指挥节点和那个讨厌的花田结界。检测到高强度灵能投移，敌方旗舰已突破外层防线。什么？立刻调整轨道炮目标，锁定敌方旗舰。地面所有单位准备承受轨道轰炸。卑微的抵抗者们，在真正的力量面前颤抖吧！这片花园归我了。不能让他毁掉这里。一生欲死，收获！哦，居然有能短暂抵挡舰炮的灵能者，有趣。抓活的，他的血一定更补。轨道炮，锁定敌方旗舰，发射。敌方旗舰处于低轨，且刚进行灵能跳鱼和主炮射击，护盾不稳，是绝佳机会。轨道炮20%充能，发射。旗舰受创，噬灵花舰队顿时陷入混乱。肖阵的机动打击群和轨道防御舰队趁机发动猛攻，又击毁数艘敌舰。撤退！命令所有单位向旗舰靠拢，准备紧急跳跃。地面部队各自为战，拖延他们。剩余的噬灵花战舰慌忙向受损的旗舰靠拢，同时释放出大量烟雾弹和干扰弹，试图掩护。敌人要跑了，别放过他们，为林正兄弟和死去的同胞报仇！清理残余机甲和重火力点。追击吗？他们旗舰已损，可尝试留下。穷寇莫追，防止狗急跳墙。优先救治伤员，稳固防御，清理战场。另外，扫描记录下他们跳跃的轨迹和能量特征，特别是那种灵能跳跃技术。明白。敌方已完成跳跃，逃离本星域，轨迹已记录，能量特征分析中。与已知灵能运用方式有显著不同，疑似融合了某种生物科技。他的身体和灵魂都受了重创，常规治疗手段效果甚微，用最好的药，不惜一切代价。陈安，把他送到生态逆天舱来，我和牙牙加上星银花的花蕊，或许能引导生命能量修补他的损伤，但需要海量的纯净生命能量。用星银花，用多少都可以。他是为了保护花园和我的族人才受伤的。
大恩不言谢。从今以后，第133号列车就是我们林羽族勇士的朋友与盟友。我们承诺分享的知识与技术，稍后便会奉上。另外，这是世界树种的仿制品，蕴含着这个星域的生命图谱与自然韵律，赠予您，或许对您那位受伤的勇士以及你们的生态研究有所帮助。多谢，我们也会帮助你们重建家园，并留下部分防御设施和通讯中介器。如果赤灵花商团或其他敌人再来，我们可以更快的支援。那些俘虏的佣兵和缴获的装备怎么办？佣兵可以进行审问，获取关于赤灵花商团及其他星域的情报；装备可以研究，其灵能增幅技术或许有借鉴价值。战役结束，我方损失护院舰3艘，各类小型舰船11艘，人员阵亡安33人，重伤33人。收获：第一，林羽族的友谊与古星盟生态技术典籍；第二，世界树枝种仿制品；第三，大量关于赤灵花商团及周边星域的情报；第四，敌方灵能跳跃及生物灵能技术样本残骸；第五，实战检验了新装备与多文明联合作战模式。损失不小，但值得。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生物科技和盟友，林正也一定会好起来。下一步，按照原计划前往断炉星带。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和工业资源，来消化这次获得的技术，并制造更强的武器。赤灵花商团，这个仇记下了。抵达断炉星带，检测到超高浓度稀有金属信号，包括制造高级装甲和能量武器的关键材料，以及强烈的、不稳定的自然能量流。星带内部引力混乱，电磁风暴频繁。古星盟数据库标的此处曾有大型自动化采矿与锻造设施，但已废弃。警告：探测到非自然的周期型能量脉冲，疑似残留设施仍在部分运行，或存在其他活动单位。环境越恶劣，资源往往越丰富。派出抗干扰最强的侦察单位，绘制详细星图，特别是能量脉冲源头和矿产富集区。各工会准备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采矿作业。纯度好高，这次发了。别大意，这里安静的有点不正常。注意能量度数变动。监测到未授权采矿活动，执行净化协议。里面有微弱的机械化的意识在运转，但充满了错误和固执。他在执行着最后的锻造指令，但材料不足，能量不稳，很危险。能沟通吗？或者找到关闭或安全进入的方法？警告：侦测到锻造厂核心熔炉过载迹象，即将发生大规模爆炸，其威力足以摧毁小半个星带，多处遭遇古星盟自动防御系统攻击。第7锻造厂即将爆炸，建议立刻撤离所有单位。命令所有采矿和侦察单位以最快速度撤离至安全距离。猎斗主炮充能至30%，目标第7锻造厂核心区域。我们不能让它爆炸，否则整个星带的资源都可能被毁。尝试用凭证发送停机指令。停下！错误自毁无意义，
们需要帮助，也可以帮助你。凭证指令产生部分干扰，但不足以完全终止过载。爆炸倒计时80秒。没时间了，主炮瞄准锻造厂能量核心与熔炉的连接枢纽，计算最佳破坏点，使其过载能量危害化宣泄，而不是爆炸。计算完毕，目标锁定，发射。过载停止，锻造厂沉寂了。核心区域似乎有部分结构保存相对完好。这些材料足够我们建造一支小型舰队。这些蓝图虽然只是部分，但其中关于能量系统整合和巨型结构稳定性的技术远超我们目前水平。这里的机械之灵已经彻底消散了，但在他最后的数据局里，我捕捉到一个信息：他之所以过载，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接收到了一个错误的、来自遥远深空的强制征召指令，要求他生产战争物资，指令权限极高，但内容矛盾，导致系统逻辑崩溃，陷入死循环，直到能量耗尽或过载。强制征召指令来自哪里？尝试从主控电脑残骸中恢复数据，解析到指令源头的一个模糊坐标标识，与古星盟核心星域有关，但状态标记为遗失、静默。指令签署代码，权限等级为最高理事会紧急状态。资源采集达到预期目标的180%，第7锻造厂的遗产价值无法估量。下一步，按照计划前往先驱者观测站已废弃。获得了资源和工业技术，接下来该是追寻真相的时候了。那个最高理事会紧急状态指令和观测站里可能藏着的秘密，会不会指引我们更接近星空湮灭和列车起源的答案？确定坐标没错，坐标无误，启动高精度空间扫描与引力波探测。发现异常，前方300万公里处存在一个极其微弱、与背景空间曲率完全一致的空间褶皱。疑似伪装或隐匿力障。确认目标：先驱者观测店。外观完整，但无任何能量信号与灯光，处于绝对静默状态。外部无可见损闪。外壳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复合材料，能近乎完美的吸收和偏折所有探测波。没有常规的进入方式。里面一片死寂。没有生命，没有机械运转，连最低限度的维持系统能量都没有，就像一个被封在琥珀里的巨兽。但在这死寂深处，我感觉到一种极其微弱、冰冷、纯粹的观察与记录的残疾意念。用凭证试试。建筑结构与古星盟风格一致，但更加先进、内敛。所有系统处于深度休眠，能源核心似乎被主动关闭或移除了。
检测到次级文明凭证，序列号第1314贝塔，凭证绑定者身份确认，权限等级基础访问，启动最后记录播放协议。观测记录终止于标准历无法翻译年。大消灭第731波次前沿已绕过本观测站预警线。根据最高理事会最终指令，观测站执行静默协议，关闭所有主动系统，进入永久静默状态，仅保留核心数据库与自动播放协议，等待符合条件的继承者。他记录了湮灭，还有那么多列车。缄默协议是为了不被湮灭，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发现吗？扶摇，立刻尝试下载核心数据库，特别是关于湮灭的数据，以及其他列车的记录。数据库庞大，结构加密，以当前连接速度，预计只能下载不足1%的该哨信息。核心水晶即将永久关闭。优先下载：第一，湮灭的详细观测数据与可能规律；第二，已观测到的主要列车类型与航向趋势；第三，古星盟最高理事会最终指令与金默协议的简要内容；第四，符合条件的继承者定义。湮灭并非均匀推进，在某些区域会加速或产生瘟疫。列车的航向似乎隐约指向几个共同的遥远的汇聚点。最终指令提及火种计划、文明筛选、最终避雷等词汇。继承者条件：拥有凭证并主动寻获此观测站。就在核心水晶光芒即将彻底熄灭的前一刻，他向陈安的凭证灰机发送了最后一段加密填虚料，以及一个清晰的指向星图深处某个未知坐标的引导信包。紧接着，水晶彻底暗大，化为一块普通的黑色石头。观测站内部重新陷入黑暗和死寂。概哨数据分析完毕，湮灭数据具有极高研究价值，可优化我们的预警系统。列车观测数据表明，存在大量未知竞争者与潜在盟友敌人。最终指令信息残缺，但证实了古星盟对大基莫有预案。最后接收的加密信息与引导信标已解密。至后来的继承者，你们并非偶然的幸存者。列车是火种计划的载体，遴选之环是筛选器，观测站是指引塔，湮灭是考验，亦是净化。真正的目的地隐藏在星海一醉之后，激活凭证，跟随信逼，穿越迷雾回廊，抵达初始之地。那里有关于起源、终结以及对抗终结的最初与最后的答案。愿文明之火永不熄灭。所以，我们的列车，我们的旅程，甚至遇到的环和观测站，可能都是一个早已消失的超级文明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应对那个大消磨，听起来我们像是被选中的小白鼠升级版。是棋子，也是火种。现在，棋盘指明了下一步，虽然可能是更危险的深渊。那个初始之地，我感应到信标传来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古老、沉重，又带着一丝微茫希望的气息。无论我们是不是计划的一部分，无论前路是真相还是陷阱，我们都没有退路。星空湮灭在后面追，其他列车在前面跑。现在，我们至少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一个可能是所有列车最终目标的方向。激活凭证，升级我们的舰船，备足资源，然后出发，去那个迷雾回廊，寻找初始之地。信标解析完成，确实为指向性诱导坐标。根据观测站最后信息和凭证融合的提示，需在特定频率激活2级文明凭证，才能开启或稳定进入迷雾回廊的临时通道。通道预计不稳定，存在被干扰、扭曲或遭遇未知存在的风险。激活凭证需要什么条件？检测到凭证与列车能量核心能金库的融合度在提升，但似乎还需要一种催化剂，大量纯粹的精神能量共鸣，以模拟文明红种的集体意志，完成对信标的响应。这个或许我可以试试，以献祭者的能力为桥梁，引导全列车乘客的希望、信念与生存意志与凭证共鸣，但需要所有核心成员，尤其是您，列车长，作为共鸣的中心与引导者。同胞们，前方的路比我们经历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危险，我们可能会迷失，可能会遭遇无法理解的存在，甚至可能全军覆没，但那里也可能藏着我们为何在此，星空为何湮灭，以及我们未来究竟该如何生存的最终答案。这不是命令，而是选择。现在，我需要你们的力量，不是星币，不是子弹，而是你们心中那份无论如何都想活下去，想看到明天的信念。将你们的意志借给我，借给这枚代表我们文明的凭证，为我们自己打开那扇门。林正额头印记与陈安手中凭证同时亮起璀璨光芒，他作为桥梁，引导着从10万乘客心中汇聚而来的磅礴而混乱的信念洪流，经过自己的梳理和屯锁，化为一股炙热而坚韧的文明之火，注入凭证之中。陈安感到手中凭证变得滚烫，仿佛拥有了生命，与他与整艘列车产生了深层次的共鸣。他扶至心灵，将这股融合了所有人意志的能量对准星图上的信报坐标，全力推了出去。无声的震动掠过整艘列车，前方遥远的迷雾回廊边缘，空间开始剧烈扭曲折叠，一个不断闪烁极不稳定的由无数彩色流国构成的巨大漩涡通道缓缓展开。通道内部光影迷乱，完全看不清景象。临时通道已开启，稳定性极低，预计仅能维持47分钟。通道内部检测到强烈的时空曲率异常、高维信息碎片流以及未知生命形式的精神回响。所有单位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建议组成紧密阵型，以列车为核心，进行穿越。没有回头路了。全舰听令，以列车为矛头，护卫舰、驱逐舰紧密护航，进入迷雾回廊。目标：初始之地。舰队一进入通道，舷窗外熟悉的星空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光来灵怪之景。色彩不再是色彩，形状不断崩解又重组，时间感变得错乱，空间仿佛在自行折叠延伸。耳边或意识中充斥着无数窃窃私语、悲鸣、狂笑以及意义不明的宏大回响。各舰船护盾上不断爆出诡异的火花，系统频繁报错，通讯时断时续，只有通过物理连接和超近距离激光通讯勉强维持。乘客们许多出现头晕、恶心、幻觉等不良反应，意志薄弱者甚至开始活乱语。警告：高维信息污染，精神屏障功率提升至最大。
建议非战斗人员进入深度睡眠或精神屏蔽状态。陈安紧紧握着仍在发光的屏咒，它像定海神针般散发出稳定的波动，为列车核心区域提供了一层薄弱的防护，勉强抵御着最直接的精神侵蚀。检测到实体威胁，开火试探。不要去看，不要去想，跟随凭证的指引，加速冲出这片区域。在光怪离蛮的乱潮中，前方赫然出现了一艘巨大的、风格古朴厚重的青铜列车残骸。它卡在通道的褶皱中，早已失去动力，外壳布满伤痕和奇怪的腐蚀痕迹，但依稀可见其曾经的辉煌。更令人心悸的是，残骸附近漂浮着许多穿着各式服装、已被雾化或结晶化的乘客尸体。那辆列车充满了绝望和不甘，他们迷失在这里很久，最终被迷雾同化了。小心，这里徘徊着他们最后的怨念。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话，那残骸中飘出许多半透明、面容扭曲的灵体，发出无声的哀嚎，朝着第1314号列车扑来。他们携带的精神污染比之前的阴影更甚。他们是迷失者的执念，困于此地，痛苦而无意识地被通道侵蚀。或许可以安抚或引导，用希望和方向的力量。我和牙牙可以尝试用生命与生长的共鸣，净化一小片区域。充满怨恨的灵体接触到这股代表着生命延续与宁静归宿的波动，出现了奇异的变化。部分灵体狂暴的动作缓和下来，扭曲的面盲似乎有瞬间的茫然，然后他们不再攻击，而是如同被吸引般围绕着那股灵能边动，缓缓盘旋，最终化作点点带着释然情绪的星光，消散在迷雾中，开辟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就是现在，全舰从净化通道穿过去，不要停留。舰队艰难地从灵体巢的缝隙中穿过，靠近了那艘迷失列车的残骸。近距离看，其破损的舱门上隐约可见一个被腐蚀的灰粒，与第1334号的列车核心风格相似，但更加古老。检测到超高强度聚合体，能量读数无法估量，是迷失列车残骸与迷雾回廊规则长期融合产生的异变体。尾部舰坠加速，主炮充能，瞄准泰塔的眼睛。识别古星盟火种载体，非侵蚀物。在付出了又损失数艘小型舰艇的代价后，舰队终于冲出了那片最混乱的区域。前方的迷雾颜色开始变得单一，呈现一种暗淡的灰白色，通道也似乎趋于稳定，凭证的感应达到顶峰。在灰白迷雾的尽头，出现了一个边界。抵达信标终点，
前方空间结构异常稳固，无法穿透。壁障上有一个小小的、散发着恒定微光的印记，其形状与凭证最后接收的引导信包完全一致。信包印记与凭证产生共振，看来这就是门了。如何打开？凭证自动脱手，飞向那个印记，轻轻印了上去。无声无息的以印记为中心，平滑的壁障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向内凹陷，形成一道光门。门后不再是迷乱的通道，而是一片深寂静、点缀着稀疏古老星辰的黑暗虚空。一股难以言喻的，仿佛来自时间尽头的苍凉与古老气息扑面而来。临时通道即将崩溃，后方一变体与混乱潮汐正在逼近。全体单位进入光门，快！抵达未知坐标，空间参数无法解析。前方巨型废墟结构，检测至海量列车残骸信号、文明战争遗迹，以及微弱的来自废墟中心白色殿堂的主动识别信号。信号内容：欢迎抵达火种。此乃万元之始，终末之虚，亦可称其为初始之地。这里就是所有列车的终点，还是起点？那些残骸风格各异，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他们都曾像我们一样在星海中航行挣扎，最终来到了这里，然后变成了碎片。废墟中有战斗痕迹，非常激烈，而且看起来不像是列车之间的互相残杀，更像是一起对抗某个共同的无法想象的敌人。我感应到这里凝聚的死亡、绝望、不甘、荣耀、牺牲，各种极端的情绪浓烈到化不开。但废墟中心那座白色殿堂很干净，也很冷漠。白色殿堂发出识别信号后，再无其他通讯。检测到废墟中仍有极其微弱的能量反应，但无生命迹象。建议派遣侦察单位谨慎探索。4级文明凭证第1314本塔验证通过，文明标识：坚韧的流亡者与收集者，潜力评级中，抵达状态非正常通道，携带迷雾回笼侵蚀标记，轻微，符合基础准入条件，准予进入档案馆外围区域。We are the pioneers, the first to set foot on this new world. 此处归档古星盟火种计划启动以来，所有记录在案的文明火种信息。你们可查询权限内的记录，包括你们自身。查询文明第1314号列车，来源子星。观测记录来自火种计划底层协议与分散于各节点的记录者，如遴选之环、观测站，旨在评估文明发展轨迹与潜力。看这个，中焦吞噬者，他们的列车像活的星兽，评级是极高危险。这个机械降神，全是机械生命，科技评级
无法估量。我们和这些怪物在同一个计划里。就是在核心光屏过来的，什么不知道？凭证等级不足，无法访问核心数据库。火种计划起源、大击灭本质、最终壁垒详情，可访问次级摘入。最终试炼入口在哪里？如何参加？最终试炼入口位于废墟核心万元之始纪念碑之下。开启需满足1凭证评级达到标准以上，你们目前为中2，至少获得1枚同级凭证持有者的认可印记，及击败或结盟其他抵达此地的文明列车。3通过资格审核挑战，内容随机。警告：试炼死亡率超过 99.9%。检测到高强度空间跳跃信号，3艘陌生列车同时抵达初始之地外围，其中1艘能量特征匹配率 92%， 是银羽号。他们正在与另1艘刚刚抵达、疑似观测者系列风格的列车发生交战。第3艘列车静观其变，身份不详。分析战斗数据，银羽号疑似获得了新的灵能增丝科技，战力大幅提升。观测者序列列车科技碾压明显，战术冷酷高效。第3艘未知列车能量毒素内敛碳极为厚重，防御力可能极高。他们应均已获得凭证，并知晓最终试炼规则。看来这就是凭证持有者的认可了，要么结盟，要么击败。我们不能坐山观虎斗，银羽号与我们仇怨最深。观测者序列视我们为实验品，都不是盟友之选。那个沉没的第3辆列车，林正，能感应到什么吗？那辆石头列车一直如同大地般沉稳坚定，但内部似乎有很深的悲伤和一种守护的执念。没有银羽号的贪婪，也没有观测者的冷漠，但非常封闭，难以接触。我们实力最弱，不宜率先卷入混战。建议依托白色殿堂附近的相对安全区，似乎有一定规则保护，静观其变，收集情报，同时尝试接触第3辆列车。我担心，混战可能波及白色殿堂或触发废墟中的某些危险，而且资格审核挑战随时可能被触发，我们必须保持最佳状态。银羽号那个混蛋，这次一定要找机会干掉他。扶摇，开启最大范围静默侦查，收集3辆列车的所有信息。罗玉、雅雅，尝试用自然灵能与那辆石头列车进行最温和的、无恶意的接触。林正，继续尝试感应废墟核心和资格审核的信息。其他人，做好战斗准备，但未经我命令，绝不开火。目标银羽样本，灵能变异数据采集完毕。威胁等级重新评估，执行样本回收程序。你们敢启动血肉献祭，释放花园守卫！这个混蛋，他把自己列车里的乘客都当成了燃料和武器。检测到高强度生命能量与灵魂收取反应。银羽号正在使用某种禁忌的融合了生物与灵能的邪道技术，其威胁性急剧上升。检测到超过3方凭证持有者到达，满足基础条件。资格审核挑战随机生成中。
生成完毕。挑战内容：肃清异变。目标：在异变潮汐中存活，并抵达废墟核心万元之始纪念碑基座。率先抵达且凭证完好的三方，可获得进入最终试炼的优先权。失败或凭证被夺、被毁者抹除。挑战开始。不要缠斗，利用我们舰船灵活和新型武器的优势，以突破为主。小镇，机动舰队开路。紫书柳城，清除靠近的威胁。陈国良，规划最优突破路径，避开大型异变体和另外三方的火力交叉区。目标：废墟核心。第1314号列车舰队在异变潮中艰难穿行。不时有护卫舰被击伤，小型舰艇被拖走吞噬，众人拼尽全力。林正再次尝试引导战场上的死亡与毁灭意念，转化为对己方临时的微弱强化，但负担极重。罗玉和雅雅远程释放灵力，安抚附近异变体，效果甚微。他们似乎被更高意志控制，并治疗伤员。在混乱中，我观察到，银羽号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将我们这边的地变体引向第1334号列车祸水东里，而观测者序列则冷酷地收集着各种数据，包括异变体和各列车的战斗信息。石头列车依旧我行我素，稳扎稳打。峡谷前方就是那座巨大无比的万元之始纪念碑的基座，清晰可见。但峡谷出口被一个格外庞大，仿佛由数十艘列车残骸拼接而成的山峦般的巨型异变体挡住了去路。它仿佛峡谷的守护者，散发出令人绝望的压迫感。同时，银羽号列车和观测者序列列车也从另外两个方向突破了异变潮，抵达了峡谷的另外两个入口。3辆列车呈三角之势对峙于巨型异变物之前，那辆石头列车稍慢，还在后方。巨型异变物缓缓转身，猩红的目光扫过3辆列车，发出无声的咆哮。最终试炼入场券的争夺就在眼前，而资格审核的最终考验，似乎是如何通过这个守护者，或者如何在另外两方的虎视眈眈下抢先通过。没时间玩三角游戏了，先联手干掉这个挡路的垃圾，然后各凭本事冲向基柱，如何？同意。目标虚海守卫为高价值战斗数据样本，建议地级作战单位参与联合攻击，我方将提供弱点分析与火力引导。可以联手，但丑话说在前，谁敢背后捅刀子，我发誓拼着试炼失败，也先把他打残。目标护盾能量节点位于左臂第3关节背部中央右脚根部，建议集中攻击。它的能量核心似乎不在常规位置。攻击造成的伤口内部
有强烈的能量泄漏，指向其胸腔偏下的位置。那里被层层叠叠的残骸保护着，需要内部爆破。我派花园守卫从伤口钻进去自爆。批准。我方将提供钻虫坐标与能量干扰。数只银羽号的血肉怪物在观测者序列的引导和第137-4号的掩护火力下，悍不畏死地冲进虚海守卫体表一处较大的伤口，向着内部能量核心位置钻去。紧接着，内部传来沉闷的爆炸，虚海守卫动作猛地一僵，体表暗红光芒剧烈闪烁，明灭不定。就是现在，所有火力瞄准他能量最紊乱的胸口区域，齐射！三方最强的攻击同时命中。虚海守卫发出最后的哀鸣，巨大的身躯从胸口处开始冻住崩溃解体，化为漫天燃烧的金属与能量碎块，阻挡消失，露出后方直通万元之始纪念碑基座的宽阔道路。基座是一个巨大的刻满符文的圆形平台，中央有一个明显的凹槽，形状与文明凭证吻合。几乎在通道打开的瞬间，脆弱的同盟宣告破裂，3艘列车不约而同的引擎全开，朝着基座疯狂冲刺。同时，互相之间的牵制性攻击已经开始。银羽号释放出大量小型灵能飞梭，干扰第134号和观测者序列的航线。观测者序列发射出空间锚定立场，试图延缓另外两方的速度。第131-4号则利用新型护卫舰的机动性和肖阵的精准指挥，在炮火和力障中穿梭，同时用密集的近防炮清理飞梭。计算抵达时间，银羽号略占先期，观测者序列次之，我方第3。但基座似乎只能同时容纳1艘列车进行认证。不管了，肖阵，用影袭者和特种弹干扰银羽号。子舒，集中火力，逼观测者序列转向。邪恶的吞噬者，不配触碰圣地。现在是观测者序列列车略微领先，第133-4号紧随其后。目标锁定，清除最后障碍。观测者序列调转部分炮口对准了第133-4号，同时其列车底部打开，释放出数个球形的、散发着危险蓝光的装置——空间凝滞炸弹。不好，扶摇。最大功率紧急规避，轨道炮，瞄准那些炸弹，提前引爆。第133-4号列车做出极限机动，险之又险地避开了大部分凝滞炸弹的覆盖范围，但仍有几枚在近处被轨道炮引爆。爆开的蓝色立场让列车尾部速度骤降，部分外部设备冻结。趁此机会，观测者序列列车率先冲上了基座平台，其车头部位，一个银色的、结构复杂的凭证灰机浮现。射向基座中央凹槽。检测到申请人文明内核存在绝对理性湮灭情感倾向，过度依赖外物与数据，文明独特性与火种活性评估不足，资格审核不通过。剥夺当前轮次优先权。就是现在，释放我们的凭证，将我们文明所有的经历、情感、挣扎、希望，全部展现出来。文明标识：坚韧的流亡者与收集者。内核场检测：情感丰沛，韧性卓绝，多文明融合特征显著，具备一定火种活性与成长性。
资格审核通过，授予最终试炼第1热位准入资格。通道即将开启。不，那是我的！给我毁了那道光！数据记录：目标第1334号通过隐性文明特质审核，情感与融合性为关键参数，重新评估其样本价值，建议伺机捕获完整列车单位。恭喜年轻的火种，愿大地庇佑你前行。认证完成，最终试炼入口已标记，处于待激活状态。银蚁号与观测者序列仍具威胁。石头列车意图不明，建议立刻进入试炼，以避免外部干扰。不，入口既然已对我们开放，应该有时限。我们必须先处理眼前的威胁。银羽号已是强弩之末，观测者序列虎视眈眈，而且我觉得那位朋友或许可以交流。第1顺位资格已确认，第2、第3顺位资格将在第1顺位进入试炼或资格失效后，由剩余凭证持有者竞争产生。注意，试炼入口开启期间，基座保护规则生效，禁止对认证单位进行直接攻击，但资格争夺不限手段。不限手段意味着，虽然不能直接攻击第1314号列车，但可以攻击其护航舰队，可以封锁入口，甚至可以在陈安等人离开列车进入试炼时，攻击列车本体。认证单位可能特指列车核心或凭证。感谢阁下刚才出手辅助，不知如何称呼？山岳之子号，我们守护大地与传承。银羽的恶行早已记录，你们尚存良知与温度。试炼凶险，好自为之。请问，关于试炼，您知道多少？古老相传是直面根源的考验，可能是战斗，可能是抉择，也可能是对文明本质的拷问。每个文明所见皆不同。我们曾失败过一次，失去了最初的凭证，如今只是守护者。此时，银羽号突然有了新动作，它不再攻击基座，而是将所有剩余火力，连同刚刚勉强重新聚拢的残缺的血肉怪物，一起扑向了山岳之子号。老石头，既然你多管闲事，就先拿你开刀，吞了你的列车核心，我也能恢复力量，再抢资格。观测者序列也悄然移动，舰艇隐隐封锁了第1314号可能撤退或支援的路径，显然打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主意。山岳之子帮过我们，不能做事，但观测者序列盯着。扶摇，计算最优方案。建议派遣精锐突击队，携带高爆装备，通过外部通道废墟表面秘密接近银羽号受损的尾部，进行内部破坏。主力舰队保持对观测者系列的威慑，同时尝试与山崖之子建立战术配合。批准。肖震、子舒，你们各带一队最精锐的陆战队员，执行斩尾行动。陈国良，指挥舰队，看住观测者序列。林正，尝试连接山岳之子的精神，提供简单的敌我识别和弱点标记。两队汇合于银羽号尾部那处被山岳之子撞击和废墟刮擦产生的大裂缝外，内部传来混乱的声响和诡异灵能波动。潜入。目标：动力核心或灵能增幅器。安装狂怒核心炸弹后立刻撤离。小队如同幽灵般潜入，内部通道充满了生物组织与机械结合的诡异景象，墙壁如同血肉般蠕动，还关押着许多奄奄一息的各族俘虏。
景象令人作呕。他们避开巡逻的佣兵和自动防御，按照扶摇通过扫描提供的简化截路图，向着能量反应最强的区域前行。途中解救了几名濒死的俘虏，得知了银羽号内部更多的暴行。大人，我和山岳之子的意识连接上了，很微弱。他感谢我们的援助，并告诉我们，银羽号的核心动力室被层层生物装甲保护，但有一个为血肉熔炉功能的次级灵能节点，位于其剑桥下方第3区，防御相对薄弱。如果被毁，会重创其灵能系统。小队找到了那个节点房间，房间中央是一个半动着的由血肉和紫色水晶构成的巨大器官，无数管道连接着它，为整个银羽号的灵能系统功能。房间里有几名灵能祭司装扮的狗头人正在维持突袭，守卫被清除。子叔和队员迅速在节点器官的关键连接处安装上大当量的狂怒核心炸弹。就在他们准备撤离时，房间的警报凄厉响起。虫子，你们敢！厚重的安全门开始落下，更多的守卫从四面八方涌来。肖震，你们先走，我断后。一起走。炸弹定时10秒，够用了。小队在最后时刻冲出了房间，安全门在身后轰然闭合。紧接着，轰轰轰，剧烈的爆炸从银羽号内部传来，整个列车剧烈摇晃，体表的紫黑色灵能纹路大片大片的熄灭紊乱。外部正在攻击的山叶之子抓住机会，一记沉重的撞击狠狠砸在银羽号已经伤痕累累的侧舷。银羽号列车终于支撑不住，开始从中部断裂解体，无数碎片、尸体还有仓皇逃出的救生舱向着四周的废墟飘散。凭证持有者银羽陨落，资格剥夺。邪恶终有报应。年轻的火种，你们可以安心进入试炼了。我会为你们看守门户，防备冷眼狂花者。数据更新，新增变量，守护者型文明介入，风险评估提升。建议暂缓直接冲突，转为观测与数据收集模式。目标第1334号进入试炼后，变量减少。大恩不言谢，这份情谊我们铭记。无需言谢，守护良善本是山岳之子的誓言。快去吧，试炼之中谨守本心。全体注意，准备进入最终试炼。列车进入最高防御状态，非试炼人员由陈国良统一指挥。留守此地，与山灭之子号互为犄角，警惕观测者序列。这一次，不是驾驶列车，而是我们亲自踏入，为了我们的文明，为了所有的答案，出发！挺身轻微震动，舷窗外流光溢彩，随即一切归于尘白。等视线恢复，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无限延伸、两边布满无数门扉的白色回廊中。回廊没有尽头，上下左右皆是虚空，每扇门上都浮现着不同的景象或符号，有些清晰，有些模糊。欢迎进入最终试炼第1阶星象回廊。此处映照文明内核与个体心象，推开对应的门，直面你们的根源、恐惧、渴望与抉择。通过所有心门，方可抵达试炼核心。警告：沉沦于心象者将永久迷失。声音消失，众人发现，他们彼此之间虽然近在咫尺，却仿佛隔着一层透明的薄膜，能看到但难以触及。通讯也仅限于小队内部加密频道。选择一扇门，进入你的心象。顺序不犯，但皆需面对。灵正面前，
一扇是月星刑场大火与妹妹灵月哭泣的脸，恐惧与守护；一扇是献祭能力发动时吸收死亡能量的血腥画面，与自身逐渐反噬的预感。一扇是列车生态舱内与罗玉、牙牙平静相处的时光。紫书面前，一扇是元城末日与陈安失散时的绝望与寻找，情感与依赖；一扇是身为工会会长，带领队伍征战却目睹同伴不断死去的场景，责任与无力；一扇是单纯追求力量与战斗快感的自己。一扇是黑暗的过去，一扇是精准计算、高效杀戮的自己，一扇是黑夜工会成员信任与追随的目光，羁绊与改变。罗玉和牙牙面前，则是森之明毁灭的阴影，对族人的思念，以及在第1314号找到新家权的慰藉。为了生存，掠夺与毁灭与银羽号合意。你的文明究竟是火种，还是新的灾情？我从未以毁灭为乐，我给予过选择，也接纳了同胞。在注定湮灭的星空下，生存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我承担每一份罪孽，但绝不会停下脚步。我的列车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找到打破这绝望轮回的方法。这就是我的抉择。拥抱死亡，掌控死亡，你将无所不能。代价，成为死亡的一部分，不正是归宿？不，我的力量是为了守护月儿，守护同伴，守护着列车上我所珍惜的一切。如果代价是变成只知吞噬的怪物，那我宁可不要这力量。给我滚出去！你不够强，你只会失误。你是会长，他们的死是你的责任。是，我是会长，我有责任。但活着的人不能永远活在死者的阴影里，他们的牺牲是为了让其他人活下去。我要做的不是沉溺于自责，而是带着他们的份变得更强大，保护好还活着的人，带领大家走到最后，这才是对他们牺牲最好的交代。每个人都经历了各自的心象考验，有惊无险，但都消耗了大量精神，有所明悟或改变。肖震似乎解开了部分心结，气质少了一份纯粹的冰冷。罗玉和牙牙对过去的悲伤得以释怀，与当前羁绊连接更深。他们面前最后只剩下一扇巨大的、朦胧的，仿佛由无数心象碎片共同构成的门。门后传来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直面宇宙本源的宏大与压迫感。掌握了关键信息，我们开始沿原路返回。脱离根源之海的过程同样充满不可名状的风险，仿佛逆流而上。依靠蜕变后凭证的稳固和我们坚定的意志，我们最终有惊无险地穿过了漩涡，回到了初始之地那纯白的空间。接着是心象回廊的出口，我们最终出现在了万元之始纪念碑基座上。
外界时间似乎并未过去太久。山脉之子号依然忠诚地守在附近，与远处保持监视的观测者系列对峙。第1334号列车和留守部队也严阵以待，与吴族古老训练部分吻合。守护大地，亦是守护文明延续之种。你们带来的是确切的路径。山岳之子号愿加入此聚合协议，贡献吾等文明的厚重与守护之变量。根据列车长带出的信息，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联合其他火种。观测者序列态度不明，但他们是强大的变量。远处那些强大的光点，可能是更古老的火种，也可能是威胁。当务之急是提升我们自身实力。我们需要消化从断炉星带、吕玉族获得的技术，并将根源之海中获得的部分规则理解，哪怕皮毛，转化为实际应用。同时，尝试与观测者序列接触，阐明厉害。要不要先干掉观测者序列？他们一直鬼鬼祟祟的。不，他们是非常有价值的变量，而且根据协议，我们需要的是同步，而非内耗。我会尝试与他们沟通。扶摇，根据凭证链接信息规划航向。好的。我们先去接触一个相对较近且状态稳定的火种光点，同时向观测者序列发送包含部分真相与聚合协议概要的通讯，请求对话。信息验证，真实性评估87.3%，逻辑链完整。结论：古星盟终极方案可行性理论存在，接受联合提议，但条件：一、共享从根源之海获取的所有可解析数据；二、在聚合过程中，我方需主导变量注入的协调与计算；三、联合期间互不攻击，资源与情报有限共享。可以接受条件1和3。条件2，变量注入协调需由所有参与火种共同协商，凭证名利与文明特性决定，不能由单方主导。同意修改，成立临时火种同盟。我方代号逻辑单元，将派遣科研船与你们会合，进行数据深度交化与初步协议演练。3艘风格众异的列车组成了一支奇特的舰队，朝着凭证信息指示的一个火种坐标驶去。目标光点显示为一个温和的、偏向生物共生与灵能协调的文明。航行中，内部全力发展。第134号列车开始了一系列爆炸性的升级，新型规则适应性护盾开始研发，生物与机械更深层次融合的共生体单兵装甲开始测试。灵正的献祭能力在剥离了部分杂质后，与罗玉、芽翠的自然灵能、星银花生命能量初步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死亡平衡之力，开始尝试小范围应用。罗玉和芽翠在世界树之种和古星盟生态技术启发下，成功在列车内培育出了第一个小型稳定的生态循环区，可产出高级食物与温和灵能。陌生的火种，还有逻辑单元与山岳之子，你们带来了古老的回响与紧迫的召唤。请靠近，让我们感知你们的心。我们感知到了真诚、坚韧、守护，以及无法回避的终末阴影。绿茵漫游者同意加入同盟，为生命的延续贡献我们的共生与繁荣之力。但我们需要时间，将我们的世界树与星球生态分离。这需要山岳之子的稳固之力与逻辑单元的计算协助。欢迎加入。根据凭证链接，我们还需要至少汇聚5到7个强大火种，同步率才能达到理论阈值。
下一个目标，这个火种，代号虚空掠食者，评级极高，但状态显示为极度排外与攻击性，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强的变量。分析目标文明发展轨迹极度偏向攻击、吞噬、进化，其变量值可能最高，但整合难度与风险极大，建议最后接触或寻找其弱点。需以力制力，以诚动心，难。或许可以尝试从生存本身入手。再凶悍的掠食者，在终极的毁灭之前，也应懂得合作。我们需要一个计划，一个既能展示我们同盟力量，又能提供其无法拒绝的合作理由的计划。在这之前，我们需要继续强化自身，并尝试联系其他相对温和的火种。大基末的边界正在加速逼近，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舰队在广袤而危险的星域中航行。根据凭证信息，虚空掠食者并非固定一处，而是在大片星域中游猎，吞噬资源，攻击其他列车或文明。其行踪诡秘，攻击迅捷。持续分析其活动规律，预测其可能出现的区域。航行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遭遇了罕见的星际灾际，能量空洞，穿越了充满剧毒星尘的星云，甚至被一小股受湮灭气息影响而狂妄化的星兽群袭击，但在四方配合下，通过D1314的机动与攻坚，山岳之子的防御，绿茵漫游者的灵能安抚与环境适应，以及逻辑单元的精准计算与弱点分析，他们都化险为夷。同盟的默契在实战中快速提升。这里刚经历了一场屠杀，掠夺者的气息非常新鲜，而且他似乎变得更饱、更强了。他在吞噬其他火种来壮大自己，看来他选择了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路，吞噬其他变数。试图在大击灭中以绝对的个体力量幸存，或者成为新泽下的唯一主宰。我们必须阻止他，否则他不仅是敌人，还会不断削减我们同盟的变量总数。逻辑单位根据残留能量痕迹，成功计算出虚空掠食者大致的跃迁方向与目标。舰队悄然跟上，保持最大距离的隐形追踪。在目标星系外围，他们终于看到了目标，那是一艘难以形容的列车。它并非固定的形态，更像是一团不断蠕动、变化、延伸的暗银色活体金属与生物组织的混合巨兽。无数炮管、利爪、口目、感应器官在其表面生长、消退。它正趴在一颗气态巨行星的卫星上，如同饕餮般，用巨大的口吸吸蓄着卫星内部的高能流体。卫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其体积比在场任何一艘列车都要庞大。散发的能量波动，充满了原始的掠夺与进化欲望。如此纯粹而可怕的生存与吞噬意志，强攻不可取。我们需要一个他能听得进去的交流方式。分析目标行为模式，交流可能性低于 5%。建议展示绝对力量压制，或提供无法拒绝的更大猎物信息。展示力量需合力一击，击其要害，但不致死，以示威与对话资格。我可以尝试用最广泛的自然灵力波动，传递关于大击灭与聚合的纯粹信息流，不包含任何情感倾向，如同自然现象播报，看其本能反应。需要有人携带最强武器，抵近其可能的核心区域，做好谈判破裂瞬间发动致命一击或自爆干扰的准备。我去。计划如下：第一，绿茵漫游者广播信息；第二，山岳之子和逻辑单元，计算其能量流动节点与疑似核心，准备联合远程狙击；第三，我肖震乘坐特制高速突击艇，携带一枚特制规则干扰弹，抵近接触；第四，如果谈判破裂或他发动攻击，
肖阵引爆干扰弹，远程火力同时狙击要害，为我们创造撤离或强攻机会。记住，目标不是消灭，是逼他听，然后合作。绿茵漫游者号释放出温和但磅礴的自然灵能信息流，如同宇宙背景辐射般，将大击灭真相与聚合协议概告，以最客观者的方式覆盖向虚空掠食者。那巨兽般的列车动作顿了一下，停止了吸吸。它体表无数感官器官转向同盟舰队方向，发出无声的、充满审视与贪婪的扫描波动。陈安和肖阵的突击艇开启最大关一度隐形与速度，如同2道细小的流星射向巨兽列车相对平静的背部区域，逻辑单元计算的能量流动相对薄弱点。山岳之子号和逻辑单位的狙击单元炮口亮起蓄能光芒，锁定计算出的数个关键节点。已就位，可以尝试通讯了。虚空掠者的掌控者，我们看到了你的力量，也知晓你的道路，但吞噬一切，独存于废墟，是你想要的生存吗？大积墨之下，旧规则崩溃。你的力量源于现有规则，同样会化为乌有。加入我们，汇聚所有火种之力，在规则重置中抬下我们的变量，为文明，也为你自己，争取在新宇宙中延续甚至更强的可能。否则，我们在此的四方同盟将视你为破坏聚合的最大威胁，不惜代价将你摧毁于此。选择吧，是成为湮灭的陪葬，还是共同博弈未来的棋手？巨兽列车陷入了长达10几秒的诡异的静止，体表所有蠕动的器官都停了下来。聚合变量影响规则，生存概率提升，但束缚分享弱者。你凭证特殊，变量值不低，提出证明价值，否则吞噬。证明，眼前就有一个。根据我们计算，湮灭边界的下一波剧烈扩张将在约3个月后吞噬铁血星群。那里有一个评级高，但陷入内耗与僵化的古老火种——永恒蟹城。如果我们能联手，在湮灭吞噬它之前，将其唤醒或说服，纳入同盟，既增加了变量，也证明了我方的能力与价值。若成功，你需正式加入同盟，遵守基本协议；若失败，或你中途背叛，同盟将全力绞杀你。如何？陈安抛出了一个高风险高收诱的试炼，目标永幸蟹城是凭证信息中已知的最难沟通的火种之一，但价值巨大。有趣，狩猎更强的猎物，同意，但战利品我需优先挑选部分。可以，但需在同盟框架内协商分配，不得损害同盟整体利益。成交。临时同盟，目标：铁血星团永恒蟹城。那巨大的暗银色身躯缓缓迫人的敌意，但那股贪婪与危险的凝视始终存在。最凶悍的掠食者被纳入了棋盘，但也成为了棋盘上最不稳、最危险的一枚棋子。在前往铁血星团的航路上，我们这支临时拼凑的同盟舰队规模日益过大，舰队的气氛也因此变得更加微妙而紧张。那个被称为虚空掠食者的存在，就像一柄悬顶之剑，让其他四方都必须分出部分精力来警惕他。但他强大的战力，以及对永恒蟹城可能存在的了解，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宝贵资产。在航行中，我竭力维持着同盟的平衡，与各方频繁沟通，明确我们针对永恒蟹城行动的具体计划与利益分配预案。与此同时，同盟内部的技术与情报交换也在更深层次展开。我的第1314号列车尤其受益分联，科技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生长。星团内部充满活跃的恒星与密集的小行星带。根据凭证信息与逻辑单位的深入扫描，他们锁定了永恒蟹城的位置。那并非一颗行星，
而是一个被完全改造，由无数巨型机械结构与轨道连接成的堪比恒星系的超巨型人工星系。无数的自动化工厂、防御平台、能源矩阵在其间规律运转，散发出冰冷、精确、无穷无尽的机械感。但整个系统似乎笼罩在一层停滞与循环的沉闷气息中。凭证信息，永恒界成，评级高。凭证信息，状态深度逻辑内耗，文明意识主体疑似陷入无限自检或终极问题求解僵局，对外界刺激反应极度迟钝。凭证信息特性：绝对理性，机械飞升，科技极高，但缺乏活性变量。目标：浆物的铁罐头，外壳极硬，内部逻辑循环，需外力打破或注入巨大矛盾。硬闯不可取，我们需要一个能引起其核心逻辑注意，并可能打破之内耗循环的信号或事件。提议向其核心逻辑网络同步注入以下信息：一、大寂灭的绝对性证明，来自根源之海数据；二、当前已汇聚变量我方五方的强度与独特性数据；三、提出一个其现有逻辑无法解决，但聚合可能提供出路的终极问题。在绝对规则重置下，如何保证意识连续性与文明信息完整性的转移？此问题直指其机械飞升追求永恒的核心矛盾。我可以尝试将生命与灵能的不确定性与进化性信息作为对比变量注入，刺激其纯粹理性。吾等可提供文明传承与守护意志的厚重信息，作为存在意义的参照。我提供生存本能和吞噬进化的极致效率信息，作为反面教材或刺激。好，我们就来一场五重奏的逻辑轰炸。我们需要找到个相对薄弱的信号注入节点，同时舰队做好防御，防止其自动化防御系统的过激反应。逻辑单位与第1344号的扶摇协同，在谢城庞大的外围网络中找到了一处用于接收深空探测信号的古老中间站，其防火墙相对陈旧。五方同时准备各自的信息炸弹。第1374号陈安主导，负责整合大机灭真相与聚合协议框架。逻辑单位准备逻辑悖论问题，绿茵漫游者准备生命灵能信息，山岳之子准备文明传承信息，虚空掠食者准备了一份充满攻击性但也直指生存本质的混乱数据班。在统一指令下，5道性质阵役，但都蕴含着极高信息浓度与文明特性的速锯疗，如同5支利箭射向那个古老的中间站，强行突破其防火墙，涌入永恒谢城浩瀚如星海的内部逻辑网络。五股信息流如同投入一潭死水的巨石，瞬间在谢城僵化的逻辑海洋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滔天巨浪。大机灭的绝对性动摇了其追求永恒的基础，逻辑悖论问题让其陷入更剧烈的自检循环与矛盾。生命灵论的不确定性冲击着其绝对的确定性逻辑，文明传承的厚重带来了意义的拷问。掠食者的生存本能展示了极端的但同样有效的生存路径。整个永恒谢城，无数运转的机械出现了短暂的错乱、停铆，灯光明灭不定，防御平台有的无乱开火，有的彻底静默，内部逻辑网络的数据洪流变得无比混乱、冲突。就在同盟舰队紧张戒备，以为可能引发全面崩溃或疯狂反击时，所有的混乱突然如同退潮般望着谢城最核心的某个点急速收敛。外来变量、扰动、永恒之问未有解，大机模、确证、聚合、变量干涉、理论存在可能。他的目光扫过同盟舰队，在5艘列车，特别是陈安的凭证、逻辑单位的纯粹理性以及虚空掠食者的狂暴存在上停留。汝等之变量集合，具备打破内耗僵局之初始找动值，提出条件，加入聚合可，但需在协议中明确加入针对意识连续性转移与文明信息全备份的技术间条款，
并共享根源之海所有相关数据。此外，需签订互不吞噬、资源竞争限于协议框架内的约束子协议。它的条件清晰理性，直指其核心诉求，并警惕着最不稳定的因素。虚空掠食者一时发出不满的威压，但在陈安和其他三方无声的威压与永恒蟹城本世册的防御力量前，同意约束，接受你的条件，欢迎加入永恒蟹城。现在，我们6方火种同盟正式成立。下一个目标，定位大消灭准确临界点，完善并演练聚合协议，寻找并联合剩余所有能被找到的火种，为文明存续落下这盘宇宙棋局中最重的一子。6艘代表着截然不同文明道路的列车，在这冰冷的机械星域中达成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同盟，对抗宇宙轮回的最终力量开始汇聚。而大积木的阴影已在天边越来越近，信号突然增强，以一种激进的速度朝着归零之地或同盟舰队本身冲来，意图不明。信号突然增强，以一种激进的速度朝着归零之地或同盟舰队本身冲来，意图不明。最后的百日倒计时让列车内部气氛凝重到极点，但也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所有人都明白，这已不是为个人或小团体而战，而是为整个文明，乃至所有参与聚合的文明，争取那渺茫的未来。在6方技术支持下，第1334号列车进行最终改造，装甲融合了山岳之子的不朽岩石技术与永恒蟹城的自适应记忆合金，能量系统整合了绿茵漫游者的生命灵能共鸣和逻辑单元的超效转化矩阵，武器系统加装了基于狂怒核心与虚空掠食者生物能量吞噬原理的规则侵蚀弹头。生态拟化舱在罗玉、牙翠主导下，借助世界树之种和绿茵漫游者的技术，扩展为覆盖小半截车厢的微型生态仿舟，尽可能保存生物样本与文明信息。灵正的生命死亡平衡之力与陈安的文明凭证共鸣更深，它能短暂地将全列车乘客的意志力场化，形成强大的联合精神屏障。子舒、肖震、陈国良、柳成等人带领各自工会进行着最高强度的联合演习，熟悉与盟友的配合战术，